一觉睡到自然醒。现在是10月5号的中午12点。昨天晚上下了整整一晚上的雨啊，这会儿好像是雨停了。你看站不上那个水。储藏看一下。我的天，依然是阴云密布啊！远处的山上云雾缭绕，看帐篷的外帐上面全是水啊！本来我都想着在这休息一天算了，不过看这会儿这个天色稍微亮一些了，而且不下雨了。前面下一个镇叫野利关镇，离这儿导航过去的话，我看是14公里。14公里的话，那就很轻松了。所以一会儿东西收拾一下，前往野利关镇。看这山里面一下雨，这野木河的水量暴增啊！这莲路镇的南边就是莲花山，这莲花山是属于太子山山脉的东段，整个太子山山脉大致呈东西走向，绵延有100公里。这个山也是宁夏回族自治州和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分界之山。现在所在的这个莲路镇就属于宁夏的康乐县。接下来往前走14公里之外的野利关镇就属于甘南的灵潭县。国庆期间这个车是真多呀，一辆接一辆。喜泉隧道长度655米。看着波涛汹涌的河，野木河、黑水河呀，这条河的上游还真叫黑水河。这条野木河上游的名字叫黑河，下游才叫野木河。上下游的分段是在那个野利关那个地方，野利关那儿有个河谷盆地。为什么叫黑河呢？听说这河的上源遍布着黑炭泥沼。野利关镇，野木河在野利关这个地方，河谷稍微开阔了一些。黑水河名副其实。在这镇上围着河兜兜转转，转了6、7公里，没有找到合适的露营地，那种既幽静一点又能遮风挡雨的，所以这会儿去找个旅馆住起来算了。豆豆民宿终于到了。天黑了，开始下雨了，当真是秋雨连绵呀。不过下雨天有一个很好的好处，那就是很催眠。下雨的时候就适合躲在被窝里面睡大觉。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赵硕，今天是10月8号，24节气中的寒露。在野利关镇这边休息了3天，今天继续出发。今天的目标是南边30公里的阳沙镇，依旧是个阴天。昨天去这野利关镇北边的山里面，也就是野海的西岸，看了一下所谓的秦岭西端白石山。不过昨天去的时候，山里面大雾挺重，白石山被遮挡的蛮厉害，看不到其真实的面貌啊。
今天继续出发，一路往南，翻过这南边的山，就是叠山的北岸了。叠山也就是秦岭西端的另一部分了。沿着国道248上山，无尽的盘山路。看着群山环绕，山谷中的野丽关。正搁这登陡坡呢，登着掉链子了。这车最近已经是第3次掉链子了。它经常登陡坡的时候，这个链条挂到这个最大的飞轮上，它就容易掉链子。单盘，哎呀，我记得我第一辆车都上陡坡从来不掉链子呀，怎么这个？这个车怎么老掉链子？OK， 看来过段时间真得整个双盘的。它这单盘的话，当后面的链条挂到最大盘和最小盘的时候，它这个链条和前面这个牙盘的这个角度太大了。你看，它这链条都直接，它不是直着过去，它都一条斜线过去了，就比较容易掉链子。把手上这个黑油洗一洗。这两天一下雨，这河里面这个水量相当澎湃。继续爬山，它掉了2次链子以后，我都不敢使劲蹬，知道吧？爬这个陡坡，必须要给它链子挂到最大的飞轮上，但是最大的飞轮上容易掉链子，感觉骑车都得悠着劲儿。我真的是有点无语啊，又掉链子了，这破车。你看这链子，第一辆开朗车也没这么不尽造啊，这怎么天天掉链子啊？我都懒得再挂了，以后推着走吧。推着走虽然慢一点，但是能舒坦一些。一山更比一山高，听到山里面的野鸡在叫，嘎嘎嘎。看路边金黄色的沙棘果，野生的。自从前2天离开临洮县城往南，进入这山里面，全是这个沙棘树。大岭山隧道，长度2485米。终于是出来了，重见天日，定位成功，连续下坡10公里，距离前面的洋沙乡还有17公里。爬了10公里的上坡，出来的汗，这下坡太冷了，把外套穿上，冻得瑟瑟发抖。
这个隧道里面好黑呀，不过长度没那么长，也就500米左右。10公里连续下坡结束，又要开始爬山了。接下来沿着左手边的扬沙河逆流而上，距离镇上还有6公里多。前方山谷中妖气弥漫，我先去打探一番，看谁在这儿放火呢？哦，原来是在烧杂草。扬沙河，前面还有1公里就到扬沙乡了。下午的4点钟到达扬沙镇，海拔2300米。镇政府前面这儿有个篮球场，这个镇跟前就是扬沙河。这条扬沙河也是桃河西岸的一个支流。这儿先找露营地，找好露营地之后，看着镇上有没有饭馆。扬沙镇人民政府，好空旷的院子。哦呦，还有个亭子。迷你小亭子，这个小木亭子确实很精致啊，但是太小了，里面放着一张桌子，没法搭帐篷。今天不走了，这儿的海拔2300，离卓尼县还有40公里，而且中间还得翻一座山，山顶那个隧道的海拔3000米。这个扬沙镇就沿着这河谷一条街，非常安静的一个小镇。OK， 今天下午的小窝搭好了，就搭在这亭子旁边的草地之上，跟前还有一朵紫红色的小花儿。这儿还有一棵蒲公英啊，失焦了，失焦了，失焦了！哎呦，这山里面晚上下夜雨的可能性很大，所以搭在这草地之上，就算下大雨也不怕了。不然搭在这硬地之上，到时候帐篷底儿就被水给泡透了。搬家时刻，刚有镇政府的工作人员过来通知说，好地方不让搭帐篷，挪过来吧，挪到这个硬地上面。这个小镇当真是出乎我的意料，我还以为这个小镇就乡政府那块儿有那么几户人家，在后面就没有什么商铺了。结果往上走了几百米，这边反而是最繁华的一段，卖菜的超市还有饭馆。买了几个橘子，买了3个油饼，明天在路上当干粮吃。今天买这个橘子特别的新鲜，成色特别好。前2天自从离开临洮县城，一路往南进入了大山里面，这整个的环境就和前年的时候23年的深秋在川西那边看到的景象非常的类似了。香溢满餐厅，今天晚饭在这儿吃。今天晚上的晚餐，一份炒辣条子，还有个西红柿炒鸡蛋。
把这个面汤整了。够啊！天冷了，喝点。哎呦！天冷了，喝点这热面汤真舒服，有养胃。如果直接嘎了他的话，这个名声就不好了。李世民吃完饭，从此就沦为回帐篷休息了。我的天，今天下午买的这个橘子真的成色特别好，和尚量身定造了一个东西，看着贼新鲜。放3000里，然后在他流放出门没有多久之后，就让他殒命在路上。我天！至于什么原因，汁水直接喷出来了呀！喷哪儿去了？不得而知，反正太手里没写，只能说李世民将死刑改成了流3000里，还是流2000里。流出门了之后，这和尚就没了。尝一尝这个。从此，佛教要当国教的这件事情就没有了，一直到什么时候呢？尝尝这个橘子。一直到武则天试图以女帝的身份称帝，然后道教界不支持他，于是呢，他就把佛教徒又翻出来去跟道教徒打擂。稍微有点酸。感觉当年不强的时候，他们跳的不是很高，现在我们这么强了，他觉得这么跳真是找死啊！是这么回事啊。吃完这个橘子，再剪一下视频，就准备休息了。对啊，就是在骂李世民说你那爹其实是野爹。明天再有一脚油门，就可以到卓尼县了，也就是叠山的北路。舆论上面所感知到的这种舆论的强力程度和对方的强大程度，常常是成反比的，这是一个公式啊。我说了，我这里面老多公式了，但是呢，我这边公式保证命中率高，但是不保证全中，可是它速度嘎嘎快啊！注意。果然是不出我所料啊！天黑之后就开始下雨了，刷刷刷刷刷。这个雨量还行，不是那么大暴雨。大暴雨的话，那我这帐篷到时候整个就被泡透了。可惜呀，没法在这草地上搭帐篷。要在这草地上可以搭帐篷的话，那就一点都不用担心，下多大雨都不影响。水泥地上这个水渗不下去。打开老夫的睡袋，准备休息了。这睡袋在旅馆里面晾了3天，好不容易晾干了。这下雨天，今天晚上睡一晚上，睡袋就又受潮了。秋雨连绵，睡袋很容易受潮。好，这就早点休息了。咱们下期再见。